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纹身风水遗迹。纹身这个东西，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就很讨厌，情况因人而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几年身上纹身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明星艺人。那么在纹身的时候，有哪些需要的注意的禁忌和讲究呢？如果纹身的话，纹什么，纹在哪里会更好？小酱汁接下来给酱友们具体分析一下。一、身上5处不宜纹身。一、五官纹身神灯师。也有些时尚者在自己的脑袋纹，的确也煞是好看。然而好看不好用，没准儿你的额前神灯就被自己糟蹋了。二、屁股纹身是非多。胃理学上强调峦头，屁股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峦头处，峦头遭袭击，是非跟着来，你会处处遭遇到小鬼，难缠啊难缠。三、下体纹身乱后人。更有甚者在自己的肚脐眼、下体纹上巧妙的图案。不过一个人最藏风纳气处气场外泄，那么不是乱了自己的桃花运，就是乱了后人，要慎之又慎。四、伤疤处纹身运气差。有人神机妙算，企图用纹身来盖世自己身上的伤疤，却不知如果疤痕本身就影响你的气场，纹身后只能乱上加乱。如果疤痕本无碍，你动了此疤后，后果就不明说了吧。五、两腿花瓣路曲折。一个人如果原本好好的运势突然变得曲折困难，险象环生，那就看看是不是把纹身纹到自己腿上了。二、3种类型的纹身不可纹。一、强度等级分为3。从风水的胃理学和命理学来看，纹身类的时尚动作对自身的运势影响有3等级。最严重的是刺破发自父母的肌肤的纹身，包括沟皮悬空，其次是画在身上的假纹身。当然，如果身上停留的时间不长，比如超过3天，那么就不会有事儿。再次就是粘在身上的假纹身，道理同前。二、动物血纹身冲自身。谁都知道属相相冲，如果用动物血纹身冲自身，那将使自己不冲也变得冲，因为阴阳五行已经被破坏。且不说用动物血纹身，生理上也是相当危险的。一、沟皮悬空苦一生。与纹身类似的是，如果有人玩的最新潮，用铁钩将自己吊下来，那么痛苦的快感之下，很可能你的运势也被吊销了。今后如果走背子，且莫怪他人。三、10种图案不能纹。一、死神。死神在西方的神话故事中代表的是邪恶，很多青年人为了彰显出自己的个性，也有些人是持着好奇的态度，会把死神纹在自己身上。其实这是非常忌讳的，因为人的命格相对而言比较弱，很多人无法镇住死神，尤其是对于那些体格瘦小、五官偏女性的男士，如果身上纹有死神图案，可能会招来更多的厄运。二、龙。龙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代表着帝王，很多人为了彰显出自己的地位，也为了表达出对权力的向往，会在身上纹有龙的图案。这对一些成功人士不足为奇，但对于那些命弱的人来说，很难压住龙的气场，会起到反噬的作用。三、夜叉。夜叉是极度邪恶的生物，我们民间一直是很讲究风水命理的。夜叉象征着毁灭与催命，是不吉之物，所以最好不要在身上纹有关夜叉的图案。四、佛祖。我国信奉佛教的人是非常多的，很多人对佛祖怀有崇敬之心，有些人会在身上纹有佛祖和菩萨，他们觉得这是虔诚的表现，其实是对佛祖的大不敬，也是对神灵的冒犯，所以在身上最好不要纹有关佛祖的图案。五、狼。狼图案也是很多男士追捧的图案，从某一方面能够体现出男人的血性，是力量与能力的象征。但是狼是非常凶残的动物，会给生活带来很多意外，是非常不吉利的，所以不要在身上纹有关狼的图案。六、蟾蜍。在中国的文化中，蟾蜍是一种毒物，
虽然在某一方面可以作为药物治病，但是更多的邪恶。很多人会选择将蟾蜍的图案纹在身上，这是非常不吉利的，容易招来邪恶的事情。7. 齐天大圣，有些想法另类的人也喜欢把齐天大圣纹在身上，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因为齐天代表的意思是与天齐，这个一般人是镇不住的，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如果真想纹的话，可以选择纹一只可爱的猴子，这是不错的选择。8. 骷髅，骷髅的图案也是很多人的选择，大多人为了彰显个性，会在身上纹一枚骷髅的图案，看起来很是恐怖。骷髅代表着不祥和催命，在学姐当中，如果能够镇住的话是很不错的，如果镇不住的话，就可能会招来很多不祥之事。9. 唐僧，很多人觉得唐僧是长命百岁之人，所以会将唐僧图案纹在身上，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唐僧在取经的途中历经很多磨难，是不好的征兆。10. 关公，关公是义薄云天之人，代表的是正义，很多人会有祭拜关公的习惯，但是纹在身上是不可取的。如果身上纹关公图案的话，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磨难，所以不要在身上纹关公。4. 身上纹什么纹身最好？ 1. 纹锦鲤，可以带来好运，财运不断。锦鲤作为一种观赏鱼，有着水中活宝石的美称，而且锦鲤漂亮，在风水学中更是被誉为吉祥财富的象征。鲤鱼跃龙门的典故被大家追捧，所以无论是风水学还是民间，都把锦鲤视为吉祥招财之物。要想改变自己的运气，可以纹锦鲤，既能为自己带来好运，还能为自己招财。很多人通过纹锦鲤达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可以为自己的好运、财运得到一个提升。锦鲤纹在锁骨的位置不错，锁骨距离心脏比较近，在这个位置纹一个锦鲤，可以快速帮助自己提升财运，带来各种好运。2. 纹猎鹰，事业更好，财运不断。猎鹰给人一种霸气的感觉，很多男人喜欢把猎鹰纹在自己身上，彰显自己的男人气概。其实猎鹰除了具有霸气的感觉之外，还能给人带来好运，更是运气的代表。女人把猎鹰纹在身上，也可以增强自己的阳刚之气，令自己强大起来，对经营事业有很大的帮助。当一个人的内心强大了，自带魅力，处理起职场中的事儿雷厉风行，霸气十足，这样的人想不升职都难。纹猎鹰除了可以为事业带来好运之外，还能带来好运气，两者相互存在，互不打扰，令人生事业都如意。3. 纹月亮，吉利招财运。月亮属于抽象图案，更是美丽的向往。古人对月亮赞美的古诗不计其数，而现代人更是把赏月当作生活向往。月亮在大家心中代表着吉祥、团圆、和睦。一个人如果把弯弯的月亮纹在身上，可以时常与吉祥相伴。这种好运还会传染给家人，一家被吉祥好运笼罩着。同时，月亮更是财富的象征，纹月亮还能为自己招揽更多的财运。4. 风水吉祥物，化煞、辟邪、招财。一些寓意吉祥的风水事物也能够纹在身上，比如葫芦、麒麟等等。将这些纹在身上，不仅可以为我们辟邪挡灾，还可以增强自身的磁场，给自己招来旺运、财运。但平时我们需要注意纹身的位置，比如葫芦宜是纹在背部，麒麟宜纹在胳膊上。5. 寓意富贵的花卉，招财旺运。想要招财旺运的话，在纹身的时候，首选图案就是寓意富贵的花卉。首先，花卉能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不仅具有极高的视觉观赏性，还能够让人倍感愉悦。其次，选择寓意富贵的花卉，还能够兴旺我们的运势，给我们带来好运。比如牡丹花、莲花、四叶草、兰花、向日葵等等，这些花卉都具有很好的观赏性和风水寓意。一个小小的纹身，它肯定会对我们的运势产生影响，同时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的运势。
但是纹身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有的人的身体是不能够纹身的，同时也会对自己造成一些危害。如果说我们尽量能够不纹身的话，还是选择单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酱汁。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注意身体的这些部位千万不可以纹身。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在身上纹各种各样的图案来彰显自己的个性，但纹身的时候，大家只想到了美、时尚，却往往忽略了纹身的风水气场。其实纹身本就是破坏人运势的一种行为，如果不注意，还在自己身上的这些位置纹了身，后果则更难想象。1. 五官纹身登神官。在五官或者脸上纹身是犯了大忌，改变面貌就是改变自己的运程。五官是人身上最传神的地方，所以才会有面相学一门学科，改变了面相，后果可想而知。2. 乳房下体纹身乱后人。有的人在自己的乳房、肚脐眼、下体纹上巧妙的图案，这会使得一个人最藏风纳气之处气场外泄，不仅容易乱了自己的桃花运，更容易乱了后人。所以在这些部位纹身也要慎之又慎。3. 臀部纹身是非多。胃理学上强调峦头，臀部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峦头处，峦头遭袭击，是非跟着来，你会处处遭遇小人陷害，运势不济。4. 两腿纹身曲折。一个人如果原本好好的运势突然变得曲折困难，险象环生，那么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在双腿上纹身了。双腿纹身运势会变曲折，如果是永久性纹身，此生容易是个劳累命。5. 纹身盖疤运气差。有的人为了追求完美，神机妙算，企图用纹身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疤痕，却不知疤痕本身就会影响你的气场。如果在疤痕上纹身，只能让自己的运势乱上加乱。如果疤痕本无碍，你还动了此疤，后果就更不用说了。6. 沟皮悬空苦一生。与纹身类似，如果有人玩醉心潮，用铁钩将自己的皮吊起来，那么痛苦的快感之下，很可能你的运势也被吊销了。今后如果总是衰运不断，也怪不得他人。7. 动物血纹身冲自身。谁知道属相相冲，如果用动物血纹身，且那个动物还是与自己生肖相冲的，那将使自己的运势不冲也变冲，因为阴阳五行已被破坏，而且用动物血纹身，从生理角度上来看也是相当危险的。8. 纹身破运强度等级分为3。从风水胃理学的和命理学来看，纹身类行为对自身运势影响有3等级，最严重的是刺破肌肤纹理，包括悬皮吊空，其次是画在身上的假纹身。当然，如果身上停留不长时间，比如3天，那么就不会有事。再次就是粘在身上的假纹身，道理同前。其实我们并非完全否认纹身这一时尚又性感的潮流，小编仅仅是从风水的气运来解析纹身对人一生的影响。当然，影响人一生的还有诸多因素，但是这的确是我们不能忽视也不应忽视的问题。如果在自己身上纹身，也有很多图案讲究，如果纹错了，那就是犯了大忌，也容易给你招来祸端。1. 关公。历来就有镇邪驱灾的说法，现在也有很多人纹关公，但是不是谁都可以纹的。不是的，纹关公讲究一个扛或者背，有人扛不住，那就适得其反。关二爷只能纹在前胸，纹身忌讳纹在后背或者其他地方，而且女人不能纹关公。2. 佛祖菩萨。佛祖菩萨也属于保佑之神，讲究一个抱字，虽然是抱，但忌讳纹在胸前，必须纹在干净的地方，否则就是大不敬。而且所纹佛祖菩萨五官要清楚，面带慈祥。3. 老虎。老虎纹身说法有很多，上山虎、下山虎都有自己的讲究。上山虎代表收山、金盆洗手之意，下山虎代表准备闯荡江湖、扬名立万，多以监狱释放犯较多。而且文虎讲究膘肥体壮，恶虎只能招灾。4. 龙。纹龙其实是讲究最多的一个，混社会的人纹身多选择以龙为首，讲究的就是一个祥字，所谓的命印。纹龙基本上都是求财，分云中龙、老大、过江间龙、创业、
盘龙、守夜等。但是很多人不注意的就是纹龙的时候露出几只爪子，爪子是几个指头的，纹龙忌讳3、5龙爪，应以4爪、4指为优，位置多以肩膀上升为佳，一人只能纹一条龙，多了扛不动。5、狼，强烈建议不纹，因为其本身就带有凶险之含义。6、纹死神、夜叉等冥神，这类纹身讲究的就是一个镇，镇不住那就不用多说了，建议多内敛，少嘚瑟，一般人都镇不住。7、纹身汉字，这种纹身大多都比较感性，没什么讲究，尤其是纹一些什么爱呀、情呀的都可以。8、纹身抽象图案，有很多是阿拉伯文和古埃及文，纹之前最好弄明白什么意思，再决定纹不纹。9、动物图案要留神，四兽龙、虎、凤、龟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它们所代表的各种气场区别分明，会对个人之后的运势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因等气场强大的动物一定要慎之又慎，一些变形的怪异的抽象动物图样最好也不要纹，不明之物为恶。如果你真的想要纹身，小编这里有一份纹身忌讳讲究口诀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纹身时多注意。图案有讲，纹前多想，一纹难去，深思熟虑，神龙满背，权威尊贵，青龙过肩，财路无边，吉祥锦鲤，大吉大利，鲤鱼跃起，福禄无比，身纹大虎，必有大福，背有雄狮，王者雄姿，青龙盘腿，财如洪水，身纹虎头，富贵不愁，关公在前，人身安全，战马关公，事业有成，关羽在后，大哥财后，牡丹花开，富贵自来，鹤报平安，富贵皆攀，雄鹰在肩，宏图大展，神鹰飞翔，志在四方，凤凰纹完，好运当前，玫瑰纹后，浪漫风流，身纹鬼手，鸿运拥有，纹完鬼面，奇缘自现，背有钟馗，自有雄威，身有佛陀，事业执着，神像纹壁，妖魔自去，美女天使，桃花不止，烈火麒麟，日进斗金，蝴蝶翩翩，红丽连连，蛇盘牡丹，富贵百年，牡丹鲤鱼，富贵有余，梅花有香，傲骨自赏，荷花清顿，恋人情深，红心百合，百年好合，梵文密咒，神灵保佑，间有飞云，平安交运，中国图腾，文化传承，12属相各有其名，刺青深纹永不消退，三思而行，奉劝各位。小编认为：1、咱们中国历来讲究孝道，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我们纹之前最好要得到父母的同意。2、纹身这个东西纹上去再想去掉是很痛苦的，也是很困难的，就算去掉了也不干净，还是会有印记。3、纹身，年轻时纹这个可能觉得很好看很潮，但等上了岁数，身体发福，图案就会走形，而失去了当年的美感，变得混乱不堪。4、不论怎么说，纹身这种艺术形式还是不能被大部分人所认同，纹身者总会给人社会人痞痞的感觉，很多正规用人单位也会拒绝录用带有纹身的人。综上所述，大家纹之前最好先考虑一下以上4点个人建议，全部考虑好再做出决定，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纹了身以后又去后悔。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酱汁。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千万别乱穿图腾衣服和乱纹身，小心惹祸上身。现在的人讲究时尚，喜欢一些另类的打扮，认为这是自己的标识，其实在打扮追求时尚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大讲究的。今天小编就来具体给大家讲一下。1、有些图腾衣服穿不得。现今年轻人的衣服上、裤子上或者是配饰上，其实都有大量使用着动物一类的图案。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服装设计的需求，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服饰时尚，但是这就是一种图腾文化的延续，或者说这就是一种人类对于图腾文化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设计呈现。世上万事万物都储存着吉凶的信息，而万物也都有它自身的磁场，磁场之间会相互作用，也会产生互相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形状，必然就会有这个形状所呈现出来的气场。比如有一幅牡丹、天仙、凤凰的图案，见之多会让人产生欣喜、愉悦、吉祥的感觉，会给人呈现出一种喜庆吉祥的气场。
人们会不由得被这种吉祥的气所吸引，而更愿意接近和想拥有这种吉祥的画面。反之，如果画的是妖魔鬼怪、骷髅头或是凶恶的动物，就会让人紧张、反抗、远离、抵触，甚至躲避。万物中都储存着吉凶的信息，用吉则吉，用凶则凶，这也是事物的自然规律。现在特别是男女青年和儿童的衣服，都会在衣服背上印有各种人头、骷髅像或者鳄鱼、老虎、蛇等图案。你自己思考一下，感受一下，一个人整天背着这些凶恶的动物图案，或者整天背这些骷髅恐怖的图案，一个人的气场运气又能好吗？他散发出来的会是很正的能量吗？那他吸引过去的又会是一些什么呢？这些图案所散发的气场，轻者会让人身体不好，工作不顺，重则还会造成伤残和伤病。记得前几年有一个来找我拼命的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的衣服上印着骷髅头和一些较为黑暗恐怖的一些图案。当时我告诉他，这种衣服穿着不吉，千万不要再穿了，并反复提醒过他多次。他的父母也反对他穿这种不吉利的衣服，但他不听，为追时髦个性已是他的另类。1年多后，他父母来电话说，他儿子被汽车撞了，属于伤残。了解八字、易经卦里的人都会知道，在易经拼命中或是断卦中，有一种称为外应的东西，往往拼命中如灵光闪现，或是拼命中由命者无意中提供，或是当时拼命环境中突然出现。这种外应有时候是人，是声音，有时候就是图像。这个小伙来让我拼命，他的八字格局中呈现出有较明显的伤病、伤祸之象，观其自身气质也多有傲人之性，而身上的衣饰也呈现出当时批解八字时最大的外应不吉信息。更可恶的是，现在5、6岁小孩的很多衣服上不是老虎就是鳄鱼和蛇之类的图案。曾经有一个女客人拼命时和我说，她小孩6岁多，一直生病，孩子今天不是这里不舒服就是那里不好，吃药也不见效果，瘦得像非洲难民似的，晚上睡觉时还经常惊哭惊醒，很害怕的样子。我对他夫妻说，回去检查一下小孩所穿的衣服，衣服上面不要有动物图案的。女客人当时就回答说，还真有，小孩的衣服都是家里一些亲戚长辈给买的，老虎之类的图案。我当时就力劝他们回去最好检查一下衣柜，把这些衣服都收了，不要再让小孩穿。他们听了我的意见，小孩身体果然好了。还有一些人晚上睡觉会有梦遗或者鬼道精气的现象，却不知为何，其实这与他们穿的贴身衣物有关。有些人买的贴身衣物上面印有动物的图腾，到了晚上睡觉就会有动物之魂附在内裤的图腾上吸精气，所以内裤也一样，避免出现一些动物图案，特别是不要出现如蛇类的图案。2. 染头发。人头是山，头发是草木，一座山如果山清水秀，必旺丁旺财。如果一座山的草木都枯黄了，那说明这座山没有生气，就会影响人的运气，不利于人们的居住。人的头是人的行为总指挥，为象山。一个人的头发黑黑的，称之为秀，其人运气一定会好。但有的男女为了赶时髦，追求个性，把好好的一头黑发染成黄、金黄、褐色、红色，这就像山上的草木枯黄了一样，会让人身体不好，运气不顺，甚至会出现凶恶之事。特别是染红发者，更是凶多吉少，不是挠疫就是凶灾横祸不断。还有的人和我争论说，有的外国人头发是黄色、金黄色，不都活得挺好吗？还有那些明星演员不也是染发的吗？也没见他们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啊。但是他们忘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得有一方之规，他们的国土必生黄发之人，养黄发之人，故有利。我们的国土生黑发之人，养黑发之人有利，但你违反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规，必然不利。而作为明星演员，你看也不是个个都是染发的吧？有些人染发也只是短时的，因为拍摄的需要，或是电影剧本的需要。3. 乱纹身。现在很流行纹身，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之前见过一个青年在身上纹了一只老虎与龙在斗，他纹了1个月后，因为打架致人伤残。古语有云，龙争虎斗，
将龙虎纹在身上，岂不招来争斗的气场？身上纹有动物头疼，容易会招惹动物邪魂附身，或诸怪病奇祸，还会影响导致人坠落畜生道，因为动物本来自畜生道。我听过一位开纹身店的客人说，几年前有一次遇2个小女孩来店里纹一朵小红花在印堂上，不幸的是，这2个女孩刚纹好出门过马路，双双被撞死了。此后这位朋友纹身店再也不开了，转了行业。他跟我说，纹身这事很邪门，千万不要乱纹。其实这在面相上来分析也是极有理的，人的印堂俗称命宫，古人观面相一说，印堂发黑发红是倒霉的象征，他们哪里来的胆量，怎么可以在印堂上纹图腾呢？现在还有不少年轻人把神像、佛像、咒语一类的纹在身上，这也是相当不好的事情。神像、佛像，这都是一些吉祥而具有强大威力的图案，在世间则应尊敬供奉，如自己的父母师长一般，应当内心尊重之，怎么可以这么无理的把这些纹在身上呢？以前有个年轻人去国内有名的道观参拜，因为多年工作不顺，财运不好，感情婚姻也不顺，请教了道观内大德法师，法师了解了他在背上纹了一尊神像后，笑着说，没办法了，你只有一条路，出家吧，没人帮得了你。试想一下吧，你把神像纹在身上，神像整天跟着你东游西逛不说，你进厕所，神像也跟着你进厕所，你洗澡清理身上不净物的时候，神像也陪着你，你交了女朋友和女朋友睡觉亲热的时候，神像也陪着你，你自己想想吧，你究竟想怎样？神心慈悲，估计不会怪你。若是你说自己不知者不为罪，但是你不要忘了，道门诸多护法可不比神仙这么慈悲，不敬神者，无自神像者，那可是一定会付出代价的，而且有一些代价可能是极为严厉的惩罚。最后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想要个性另类而选择或是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或是尝试一些怪异的癖好。你也可以说，那国外不都是这样吗？这是时尚。国外乐队明星演员大多数不都是这样吗？染发的，穿骷髅头衣服的，纹各种佛像神灵的，你看人家不也是过得很好啊，要名有名，要钱有钱，还有社会地位，是吗？那你了解完了他们经历的整个人生再说这话吧。很多人打架抢劫，你怎么没看见呢？你怎么没看见他们在这样的文化下面都吸引了什么，传达给这个社会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就是拿着别人的文化或者别人的个人信仰来抬高自己所谓的品味，还自以为是，认为这是一种时尚，这是一种文化，这是一种生活方式。除了说可悲以外，估计找不到更适合的词语了。世上万事万物都储存有吉凶信息，用吉则吉，用凶则凶，这是事物发展必遵循的自然规律。千万要敬畏自然，了解并尊重自己的文化和信仰。今天就讲述到这里，如果喜欢，欢迎大家点赞评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祝大家生活美满，家庭幸福，下期再见。